萧炎说道：“坟老又要借助你的力量了。”面庞之上带着沉重，自己才刚来丹神塔，就与一位半道神的马神长老发生了摩擦。当然，这也是萧炎最不想的，毕竟半道神的力量已经远超天位神，那股玄妙的道法更不是萧炎目前能够与之对抗的存在。所以现在的局面只有借助坟老的力量才能够对抗这位丹神塔的10大神长老之一马神长老。然而焚绝空间中的坟老举目眺望内塔上层的方向，呢喃道：“呵呵，应该不需要。上层的其他神长老应该是感应到这里的力量波动，已经急速赶过来了。”萧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在马神长老的眼里，怕是萧炎已经失去抵抗之力。既然有如此觉悟，自然也好。无血的娇躯依旧挡在萧炎的身前，但在马神长老的眼里，就算今日他这位失职女如何保护那萧炎小子，后者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马神长老手中的攻势猛然一颤，空气中弥漫出玄妙道法之威，轰出的一掌直接连带起空间扭曲，可怕的力量道法掌风已经向吴雪和萧炎笼罩而下。萧炎目光闪烁，双拳牢牢地紧握，怎么还没有出现坟老所说的其他神长老出现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四周的空间突然扭曲变形，一股无形的压力将四面八方的空气压缩，形成了一个玄妙的道法光圈。光圈中光明如流水般汇聚，光晕之中，一个身影慢慢凝聚而出，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他身穿灰白色的长袍，衣袍上绣有复杂的道纹。老者的目光深邃，那双深邃的眼眸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锐利，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虚妄。他的出现似乎让整个空间都为之颤抖，一种无形的威压扩散开来，让周围的人都感到一丝寒意。他轻轻一挥手，空气中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瞬间稳固，将马神长老的那一掌攻势化解成无害的微风。他的动作随意而优雅，但威力却无比的强大，就像是天地间的道法，而且还是独属于他的道法，轻易地抵御住了马神长老的强大的进攻。见到自己的攻势被对方这位突然出现的老者给击垮，马神长老的脸色也并未感到非常的吃惊，但其脸色倒是无比的阴沉下来。聂老怪，你来做什么？这位白发苍苍的灰白色长袍老者轻轻一捋自己的胡须，淡淡的道：“我再不来，恐怕我的爱徒怕都要被你给打伤了。”呵，那就让你的爱徒让开，我要让这小子付出代价。马神长老一言既出，就是针对萧炎一人，怕是今日萧炎离开不了这里了。可刚刚雪儿已经说了，这位小友是他带来的朋友，你作为10大神长老之一，为何为难一位小辈？马神长老也在这位聂老怪的话语中知晓，今日他想要动萧炎，怕是有些难了。毕竟这聂老怪的实力比自己还要强，所以今日这事情只能就此作罢了。不过灰白衣袍老者自然看出马神长老心中的不甘之色，但是再有不甘，他也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。聂老怪，今日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老夫可以不杀这小子，不过下次遇见此子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。马神长老深知聂老怪的出现，想要在他的手里击杀这小子，怕是没有可能了。但是只要这小子留在丹神塔一天，他就有机会找萧炎算账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我们走，狼儿。三师姐见到自己的师父这么说，就算心中再有百般想要杀死萧炎的心，今天都得要作罢了。他也知道这位聂老怪师父的实力，在10大神长老之中都是属于前茅的存在，能对付聂老怪的，怕是只有他的大师父了。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见到马神长老离开后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今日没有这位灰白衣袍老者的出现，恐怕最后萧炎真的要再借助坟老的力量对抗对方了。老怪物师傅，你要是出现的再迟1秒，你就见不到你的爱徒了。吴雪在自己的这位师傅面前直接是撒娇起来。哈，这不是并没有酿成大祸吗？虽然吴雪的这位师傅年纪大，可是说起话来也是带着趣味。但是吴雪对自己这位老怪物十分的了解，应该不会这样卡点救场才对。然后半试探道：“老怪物师傅，你不会早就知道我们与三师姐他们战斗的事情吧？可是为何你不早一点出现呢？”然而这位10大神长老之一的聂老怪则是哈哈一笑，倒是什么事情都无法隐瞒他这位爱徒。我都隐藏这么好了，还是被雪儿你猜到了。看样子你没有留在丹神塔中，反而在外头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回来呀。吴雪一听，直接是瞪了他这位老怪物师傅一眼，然后假装有些生气的道：“你果然是这样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今日要被马师叔给杀了。”见到吴雪这副模样，聂老怪倒是有些心疼的道：“哈哈，好了好了，我的爱徒，我就和你说吧，你带着你的3位朋友进来内塔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晓了为何没有迟迟出现，那是因为你所带来的朋友倒是很让为师大吃一惊，是想多观察一下。”说着，聂老怪便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和灵动沐尘3人的身上，感受到他们身上那所特殊的力量，让他感到一丝兴趣。小辈，萧炎；小辈，灵动；小辈，沐尘。见过前辈，
刚刚感谢前辈的出手相救。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三人见这位丹神塔的10大神斩老之一的吴雪师傅看向自己，他们也是立马拱手感谢示意道：哈，几位小友无需行礼，倒是你们3人所修为之物让老夫感到吃惊。一个修火焰，一个修祖符，一个修原始法身，这3样皆是大咒的神物。还有更令我有些诧异的是，这位叫萧炎的小友，在你进来这里的时候，就让塔内的那道神火发出如此动静，想必与你体内的火焰有关系。